荒野求生这么久，丽姐第一次被眼前的鱼儿给惊呆了，因为这竟然是一条奇特的粉色鲶鱼，颜色可以说是极其少见，就是不知道味道到底好不好吃。这一次，丽姐不仅是遇见了奇特的鱼，还有这野生的火鸡，藏身于密林之中，抓起来着实极其之难。上期的丽姐那是直接实现了大丰收，制作出来的小笼子打野一个都没走空，轻轻松松的捕获到了2只肥硕的大耳朵老鼠。不过就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地坑搭配空中木剑装置，看起来可以说是威猛霸气，但是却是一直没有动静。但是装置可是不能不管，每日的定期巡查还是要做的。今儿一早，丽姐再次带上2只狗子，开始在山林中搜寻起来。运气极佳的丽姐还没到达木剑陷阱处，便发现了一株根部硕果累累的植物，看起来有些像是山鼠的感觉。不过这却不是山鼠，而是超大的蕨根金块。这样的好东西在荒野可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为此，丽姐那是当即便利用打野刀搞了一大块下来。还没吃早饭的丽姐，自然是先回到了庇护所，准备生火做饭。毕竟陷阱天天都去，晚一些也没事。这种根茎外皮看起来粗糙暗淡，但是将皮削掉之后，里面的果实肉带着淡淡的黄色，劈砍开来的时候有些像是土豆，不过却是有着不少的拉丝，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样子。烹饪的方法也是比较的简单，只需要上锅大火炖煮即可。趁着烹煮的时间，丽姐还给狗子检查了下身体。经常跟着丽姐巡山的他们，身上有着一些小伤，让狗子看起来比较萎靡。随着山鼠烹煮的软弱之后，丽姐也是不客气的开吃了起来。毕竟荒野生存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力气，当然狗子们的那一份，丽姐也是不会忘记的。2只狗子直接分到了满满的一株曹山薯。饱餐之后，那自然是要前去查看布置下的陷阱了，毕竟那可是关系到丽姐的养殖大业。随着丽姐慢慢的靠近木剑装置，本以为会像前几日那般的空空如也，但是没想到陷阱竟然被触发了。激动的丽姐那是赶紧的上前查看了起来。好家伙，里面竟然是一只野猪，而且还是带有斑马条纹的小野猪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很适合用来驯养。因此，丽姐在一番细细的查看之后，便拿出了打野刀，将顶部的木棍敲掉几根。这样的话，便可以从顶部的开口位置俯身下去捕捉小野猪了。不过野猪毕竟不是家猪，没有那么的温顺。虽然其个头不大，但是想要徒手将其抓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经过2次扩开顶部的空间之后，丽姐是足足的花费了10多分钟，最后这才将小野猪给抓住，接着拖了出来。为了方便将野猪带回去，丽姐还利用了树藤给野猪做了一番捆绑。随着这才提着野猪向着庇护所方向归去。转眼间便来到了第2天，一大早的丽姐那是无比的惬意。竹签上的超大块野猪肉，此时烤的那叫一个焦香四溢，吃起来外皮香脆，内里油滋滋的，简直是不要太美。而在火炉上，剩下的猪头连带着猪身也都被李姐熏烤着挂了起来，全部制作成了熏野猪肉。如此一来，才能够较长时间的保存起来。当然，可不要以为烤制的是所捕捉到的那只小野猪，其实这是之前的地坑逐渐陷阱，直接坑杀了的那只野猪，被丽姐制作成了烟熏肉。饱餐之后的丽姐可是没有忘记猪圈内的野猪，毕竟还有新来的小野猪，必须安排一顿好的才行。将煮熟的猪食利用凉水冲下，降低温度之后，便可以用来喂养野猪了。现如今，加上所捕捉到的这只小黄毛，丽姐已经是有了4只野猪了，每日的吃食量还真不少。左抓野猪，右是扛着野猪跑步，丽姐浑身可是沾染了野猪不好闻的气味，因此今儿带上鱼叉的她，直接来到了河边。一方面是尝试叉鱼，以此来丰富自己的饮食，获得更加良好的身体状况；二来嘛，那自然是要好好的泡一个澡了。由于前些日子上游下过大雨，因此这几日水比较大，而且鱼儿的数量似乎也比之前多了不少。丽姐靠着一根简易的橡胶弹力鱼叉，在河中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，接连着怕是就插中了5、6条的鱼儿。虽然这些鱼儿的个头不大，但是总量加起来可是不少了，至少足够丽姐美滋滋的吃上一顿去了。趁着这里水流大，丽姐还提前将所有的鱼儿给好好的清理干净，随后将它们全部的插入到了鱼叉之上。鱼儿已经收获了不少，那么接下来自然是要美滋滋的来上一个凉水澡。不要以为这水太冷，要知道山林间气候湿热无比，能够泡上凉水澡，可以说是无比的凉爽。
美滋滋的泡了一个澡之后，此时的丽姐那叫一个浑身通透，疲倦直接去了一大半，而剩下的一小半，那就得给美食来消除了。回到庇护所后，丽姐熟练的升起火堆，随后将鱼肉再一次的进行清洗，接着便开始烹饪鱼肉。这一次，丽姐总算是不打算吃清水煮鱼肉了，而是采用了煎炸的方法来烹饪鱼肉。这在丽姐这么近乎200天的时间里，似乎还是第一次煎炸鱼肉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虽然这是看到丽姐第一次煎炸鱼，但是丽姐的手艺是真的没话说，煎炸出来的鱼儿那叫一个焦黄无比，吃起来真是外皮香酥，里面的鱼肉又是饱含汁水，那滋味简直是绝了呀！吃的丽姐那叫一个一吃一个不吱声，美滋滋啊美滋滋。不过就是狗子似乎对于煎炸的鱼肉没想法，喂到口中都是不吃，不懂享受啊！见此状的丽姐可是在木薯林里面查看了起来，搜寻之下，先是发现了一个棵生姜植株，当即采摘了一些，而在旁边还有着好几种的野菜。丽姐那自然是毫不客气的开始收集起了这些野菜来。另外，像是这种在我们这里被称作酸柑的植物，似乎也是丽姐收集的对象之一。最后收集到一堆的植物之后，丽姐便开始清洗了起来，包括生姜以及类似酸柑的根部，再将叶片和根茎部分的放入到锅中。丽姐又将生姜给敲得碎碎的，利用芭蕉叶包裹了起来，随后在锅中加入清水后，直接放在了火上炖煮。至于生姜部分，这是放在了火堆之中灼烧了起来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丽姐不是刚刚才吃完饭吗？还是美味的鱼肉，怎么又开始制作蔬菜了？还是搞了一煮桶的菜汤。其实看看丽姐将生姜拿出来放置的位置，就知道不是她吃了，这是狗子的食槽。之前狗子啥也不吃，那是因为生病了，因此丽姐采用了土办法，将热生姜绑在狗子脖子上。至于其他的植物汁水，其实也是一些药材熬制的汁水，用来治疗狗子的，也希望狗子能够早日康复吧。不得不说，丽姐制作的食物还是很有效果的。2日之后，维米的狗子精神了不少，和另外一只狗子一起跟随着丽姐，又在山中搜寻了起来。看到附近有不少干枯了的树木之后，丽姐提上打野刀就是一顿输出。毕竟在野外生存时，火可是很重要的，不仅是取暖做饭那么简单，夜间有火在，对野豺狼虎豹也是很好的威慑。因此丽姐没几日都会收集不少的柴火。这一次的运气不错，发现的干枯的木材真是不少，拿回来后可是搞了好几大口。山间阴雨来临时，往往都是几日连着下，因此丽姐这一次可准备建造一个小的柴火棚，将木柴放置在里面，免得下雨的时候淋湿了。房屋的建设都不是难题，那就更不要说柴火棚的建设了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丽姐便用木棍和芭蕉树叶制作了一个柴火棚。当然，2天1锅的猪食可是不能少。目前4只野猪个头还不大，基本上1大锅的猪食兑水喂养，再搭配上芭蕉树等绿叶类食物喂养，2天1锅还是基本上够的。烹煮猪食的话，其中的主力食物必须是木薯，毕竟木薯营养成分可不是芭蕉树那些能比的。丽姐也是庆幸，在这老的庇护所附近有着以前留下来的一大片木薯林，否则还真是喂养不起这些野猪。那样的话，估计就只能就地正法，直接吃猪肉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丽姐喂养野猪时，清理木薯那真是清理的干净，看着一根根的木薯被刮除的干干净净的过程，真是十分的解压呀。木薯的处理依旧是清理干净后，再进行切片，最后放入锅中烹煮，直到烹煮的软烂才完事。最后加入清水搅拌，降低到合适的温度后，便可以倒给野猪些吃了。这样的大餐，自然是让小野猪们吃的那叫一个无比的爽快呀，美滋滋了。处理完野猪的食物之后，昨儿吃上河鱼的丽姐，那是意犹未尽，加上之前放在下游河边有个捕鱼竹笼，今儿她打算用竹笼捕鱼，然而来到河边却是找不到了竹笼，而在河中丽姐又有了新发现。不敢相信，除了鲫鱼外，水中竟然有一条小1米之长的鲶鱼，关键是粉色的鲶鱼。本打算制作鱼叉的丽姐，此时又不想直接插伤了那条稀有的粉色鲶鱼，因此丽姐那是开始搬起了石块来拦截渔获。因为这一处的河面比较宽，水流的深度不大，丽姐先是在下游处沿着适合的位置设置了一道石块砌筑的堤坝，随后又来到了上游处，利用大石块堆砌了堤坝，接着搞来了不少宽厚的树叶，将这些叶子布置在堤坝下方，用来截断水流。当然，这样的拦截不可能完全截断水流，而且拦截的时间也只是一小会的时间。但是对于丽姐来说，只要在这几分钟里能够将眼前的河鱼抓到就足够了。不过虽然此时的河水小了不少，也浅了不少，但是想要抓住超大的鲶鱼还是不容易的。好在此处的空间被丽姐封锁了，大鲶鱼逃窜了一会儿，
最终终究还是难逃丽姐之手，直接被丽姐给拿捏住。不得不说，这条鲶鱼是又大又漂亮，小1米的长度，外加粉色的鱼身，即便是丽姐也是第一次见到。考虑到水中还有鲫鱼的丽姐，那是直接在河边修砌了一个小的水坑，先将鲶鱼放在了里面，而后的她则是来到河中，继续的捕捉起了鲫鱼来。个头比起鲶鱼小了1-20倍的鲫鱼，抓起来的难度可就要大不少了。丽姐那是来来回回的在水中飞扑，好不容易才能抓到一条，相当的不容易。最终花费了不少时间的丽姐，在鲫鱼的收获上那是远不如之前的竹笼捕鱼，因此她也只得放弃了继续捕鱼，而是将拦截河流的石块拆除掉，接着来到了鱼坑处，查看起了鱼货。不知道这条鲶鱼会不会成为丽姐的美食啊？